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前次好，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大选，现在两边是势均力敌吗？的确，我们看到贺锦丽为民主党带来了希望哦。你看到《纽约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是长这样哦，这个贺锦丽坐在这一个圆圆的球上头哦。那里头的内文讲的是，民主党逐渐摆脱了危机，1周以来已经募得了2亿美元哦，约合我们新台币是65.6亿的捐款，而且人也有了耶，招募了17万名志工啊，粮草还有人马都具足了吗？哦，现在两边要一决胜负了，而川普发动了广告战，你看到哦，包括哦这个拜登退选之后。川普的阵营呢，首波针对贺锦丽攻击的广告即将登场了哦，里头据说啦哦，砸了数百万美元，目标的投放也很精准哦。几个摇摆州，包括亚利桑那、宾州、威斯康星、内华达、乔治亚州，还有密西根州哦。那针对贺锦丽什么事情？他的移民政策啊。浪费纳税人的钱呐、哦，这个不断的要猛攻、要进攻，他们称为闪电战。而另外一件事情，大家知道贺锦丽，因为她是这个支持堕胎的民主党人士，那川普也抓紧这个议题，说你看看这个贺锦丽哦，她杀婴儿嘞，她处决婴儿哦，她攻击她什么？因为曾经啦，贺锦丽哦有说过，或者是支持有这样的意向，就是一般来说，你怀孕到某一个周期，你不能做堕胎哦，那她就是这样讲哦，这个川普就故意攻击她说有，你看贺锦丽有支持怀孕第8和第9个月进行堕胎哦，那贺锦丽其实否认啦哦，那甚至在出生之后也是如此，这个话我们就打一个问号哦。那川普当然用很辛辣的话，用很这个很重咸的话来攻击对手。而另外呢，包括 Fox News， 大家知道它是偏共和党的新闻台，他如果有报道贺锦丽的活动，川普也不高兴啊，哦，也不依不饶，说你不可以报道这么多哦，你播放太多了，这个他的赞助广告，连上广告也不行。其实对照在我们国内的情况。有一点点像哦，譬如说有一些电视台播哪一个阵营的广告比较多，那有另外一个阵营就会说你不是支持我的吗？好，那另外我们看到川普他的副手范斯哦，在第一时间宣布他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副手，因为他的故事非常的励志。可是现在范斯看起来好像哦，也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批评过来了，包括他讲哦。这个拜登退选交棒给贺锦丽哈，这个我们都被阴了哦，这个是一个阴招，是一个很下流的招数哦。那 CNN 报道说啊，范斯7月份在中西部民调的支持度只有28%，不支持度有44%。那是这个地区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非在位的副总统参选人，因为你不是在位的这个参选人嘛，哦，那大家对你可能这个好恶没那么明显，可是范斯哦，这个看起来也激起了一些人对他的厌恶感。而另外呢，共和党人哦，是不是连自己人都不挺呢？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是亚利桑那州有一个市叫 Mesa， 这个市长哦，他是这个。共和党的，可是他表态说要支持贺锦丽哦，他认为啊，川普太极端了，远离了我们的基本自由的价值。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是不是也针对中国企业又在祭出一招哦？封杀的是这个产业。玻璃产业吗？哦，这个是福耀公司。福耀公司在俄亥俄州有一个厂，现在被清算了吗？被盯上了吗？哦，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玻璃大王，叫做曹德旺哦。他在俄亥俄州，大家知道铁锈带哦。那个时候他投资了一个相关汽车的产业，玻璃产业，因为汽车有很多玻璃窗嘛哦，那也赚了很多钱。可是现在美国的相关执法部门，包括美国的国土安全部。还有 FBI， 还有美国的国税局
通通兵分好多路啊！在福耀等其他27点发出了搜查令，也就是说有27点被盯上，其中一个大的厂叫做福耀公司，大的公司。那福耀集团被这么针对吗？因为我们看到呢，有6名男子还有1名女子在屋外被戴上手铐这是福耀集团在 Ohio 的这个厂的这个现场。那就说他们是非法移民啊，可能是这个打黑工啊。可是更多的人会这样联想说，这件事情会让美中关系再度生变。福耀玻璃是否会演变成像华为公司一样被美国封杀呢？外界都在看，都在关注。而福耀玻璃今年的上半年赚了很多钱它在玻璃股的业绩看起来非常亮丽，包括上半年的财报，它年增是22%到达了183.4亿元利润增长了60%。可是因为这个事件，股价下跌。那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有可能会演变成更大的美中之间的争端吗？来请教委员。这样子这个先讲美国总统的选举。依我从事政治活动、参与选举这么多的经验，以及对美国选举皮毛的了解，我看起来现在贺锦丽的声势以及说贺锦丽的声势有多大，不如说美国的2党精英建制派的精英，还有过去一直对川普有意见的媒体，这一下终于找到出口了。因为要去讲拜登有多好，然后可以打倒川普，这个大家是讲不下去了。现在忽然来了一张白纸，任你去填写那就怎么吹都没有问题。所以我的看呢，在这里面，与其说声势已经赶过等，各位且就拭目以待。我认为这是整个反川普的主流媒体那么逮到了一个兴奋的机会。那至于这个能化成为多少选票是问号的。你可以看到川普在这个部分上，他所掌握到的选举节奏，在我的看法里还是掌握对了，因为他现在全部要把广告放进到这个摇摆州里，他能来采取一个策略，该输的就让你输吧，我不在意，该赢的我就要赢保住，因为选举人票嘛，我只要把这几个给换掉就可以了嘛。所以等点的角度来看呢，应该变化不大了。不过不这样搞，你说媒体后面这几个月怎么过啊？还有3个月，怎么过？怎么说？他已经当选了，一边没望南了，那下面戏就别唱了嘛。导致各位值得注意的是福耀玻璃。福耀玻璃这个我们只要稍微去了解大家讲，第一个，福耀玻璃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大概拥有70%以上的占有率。那个是绝对占有率，在美国大概占有了八成以上，是非常大。那呢，这个曹德旺不是一个企业家，在我的看法，他不是一个资本家，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从有这个福耀玻璃到现在为止，他大概捐助出去的这个善款呢，大概有将近100亿人民币了。那他最近要盖了一个这个福耀大学那现在申请还没有通过。那是一个扎实的企业家，他不做房地产，不做资本操作，就是扎实的，所以他是一个很成功。当时奥巴马把他弄到美国去设厂的时候，还拍了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我有看，你也看过吧？对，在 Netflix 有，还在奥斯卡奖得奖过，因为这是代表了制造业回流美国。好，那么现在可能美国要面对2个选择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福耀玻璃这一次被调查2个原因，一个是金融犯罪，是金融；另外一个是剥削劳工，因为他当时要到这个去设厂的时候，他条件很简单，只要有工会，我就不是。对，在 Ohio， 我绝对不是。第二个，他自己下一个定律说，一个中国工人的生产力是美国的5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里面，他可能是经过什么样的设计？因为这一次针对的是所谓的第三方，也就是说，他的所有的员工的来源是由一家第三方公司把人找了，然后再把这个公司呢，我们叫派遣工嘛，派遣公司，再到他的公司来工作。那么这一个第三家的公司里面的有相当
相当的比例的工人来自于中国大陆，熟练的工人，所以呢，现在用这个理由要把它切入进来，用剥削劳工的理由，占据美国的这个劳工利益的理由来看，那先调查的结果怎样子，让美国去调查，但是这里美国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因为胡耀玻璃在美国的投资，就中国的企业讲起来，它还算是排前面的。而且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业，是，所以这样子呢，所谓的制造业回流啊，它是一个象征。那因为这样一打，那你说还有多少人愿意再回去？所以这个是它本身呢的一个处理上会有这样的一个跳动。所以有人就形容一句话，这个大陆里面有人就这样讲了，他说，就鼓励美国把这个事情查得越严越好，因为可能胡耀受了伤，损失1块钱，但是所谓的产业回流，它将要损失100块，就看美国怎么处理这一件事。其实福耀在 local 他也 hire， 他也雇佣很多当地的劳工哦，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后续的影响还会很大。来请教永明老师，贺锦丽 Harris 他最近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其实是有一点蜜月期了，然后呢，当然。自由派的媒体支持民主党的媒体，在国际媒体的主流跟话语权其实蛮强的。我们这边在看，我们台湾这边在看，其实大部分比例也都是一些美国的主流媒体，他们都是支持这个民主党，也就是支持这次贺锦丽的哈。所以对他们而言，过去都还曾经要拜登下台的，现在贺锦丽出来了，哇，当然要表达就是说这个贺锦丽支持的这个力道。那可是呢，我们这边比较少看到是美国。支持共和党的媒体，他们通常在国际上的发声并不是那么的强烈。比如说福斯电视台的东西，你在这个网络上你可以看得到，可是呢，你在一般的报道上是比较少，电视上就很难。对，所以呢，那可是现在美国大概从22号，因为他拜登是21号宣布退的，22、23、24、25、26、27、28。不到8天，大概7天的时间呢，将近有几十家的这个民调，我个人认为其实大概主要就是不到15家了哈，有一些根本不能算。平均起来，川普还是领先1.7个百分点，好，1.7个百分点。那因此呢，你还是可以看到，在这种蜜月期之下，在美国当地的这种比较的民调哈，还是说川普领先。那至于说你如果去看7个摇摆州的话呢？比较南方的乔治亚、北卡或者是 Arizona， 其实都还是川普领先哈，所以我觉得提高这个数字。那接下来川普会打贺锦丽3个层面，好，接下来就看到，第一个他会批评他是极端左派的这个自由主义分子，会改变我们这个世界。那这是川普支持者尤其是比较宗教倾向，这个就是福音教派保守的、重视家庭价值的、反堕胎的，对。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其实是很有感的哈，认为这个贺锦丽带人，尤其他比较特殊的背景以及这个种族的这种就是说多元会不会很让人容易联想到他就是民主党的那个所谓这个极端的自由派分子，有点像这次巴黎奥运对不对的那样子一个画面。第二个，他们会攻击他是拜登的副手，拜登的一切的问题就要由他来承担对不对？所以拜登接下来会怎么样帮助贺锦丽，这个都是个问题。第三个，他过去在加州检察长的时候做了好多事情零元购或者是这个监狱的问题现在这个不是游民的问题那其实难道当初你做检察长没有这个责任吗？所以这3个层面，我觉得他会把大的广告去批贺锦丽，有没有用？一定对巩固票源有用。范斯或万斯，他的问题是，他第一个他是川普的加强版第二个呢，他是一个被人家批机会主义者，而且为了权力呢，曾经批评川普是希特勒，现在突然做他的副手。第三个呢，他是个政治人物，他的的确确是比较缺乏群众魅力。因此范斯他现在赶快找公关，帮他重新塑造他的这个人设。就是因为我是政治素人，所以呢，我讲真话，我讲实话。但是你要讲对话范斯如果不断的讲错，当这个副手的就是贺锦丽的副手，如果是太空人那个 Mark Kelly 出来的话，你们2个对比，一个是太空人，但是60多岁，
一个是这个乡下人，39岁，太空人对乡下人，乡下人太空人，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获得媒体的这个支持？很难讲，对不对？所以这样子一个比较，范斯能不能替川普加分？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大的考验。是，这个都是未来观察的重点哦。最后请教将军怎么看，包括美选，包括服药剥离的事件。对，我认为贺锦丽她现在的声势已经稍微看好，我认为就新鲜感的问题，因为刚好一出来大家都会新鲜感，一换人，耳目一新，对贺锦丽来看是有加分的作用。然后再副手一加入，又是没有这方面的包袱，政治的包袱，这又加分了，是这个样。那这个现象能够持续多久？因为距离选举的投票日到11月5号还有3个月嘛，那我认为还值得观察。我认为有3个指标值得观察。第一个非常重要，就是9月10号的辩论，因为上一次的时候是有拜登扣分，然后这一次的话有贺锦丽。贺锦丽在辩论的状况之下，他的专业的程度如何？因为他是学法律出身的，对国防军事、国际外交还有内政这一方面，他是他的弱点。尤其是经济这一方面，那美国目前经济是它的一个重点，经济的不含通货膨胀也好，还有这个美国国债今年突破35兆美元了嘛，那么这个包袱那么沉重，贺锦丽你如何解决？而且在你任内，你这个国债一直节节高升，不断的突破了美国国债的记录，造成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包袱越来越重，怎么去解决？那这是你造成的，对不对？是4年造成的。我想贺锦丽在这一方面可能就是他的弱盘，那弱盘的话很容易被川普打。第二个我认为就是这个国际情势的包袱，尤其是乌克兰战争，那个阿富汗已经久了，在阿富汗的这一方面呢，草草收锅已经造成拜登很大的扣分。现在乌克兰战争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结束，那这个也是民主党，尤其是贺锦丽这方面的包袱，他怎么样去解决？如果没办法解决，那这2年多来2年半来这个拜登政府这一方面的决策跟他的这种战略的这种运作，那是有很大的问题啊。如果再交给贺锦丽，那是不是乌克兰战争又会更惨？是这样。另外我们讲到中东以色列以巴冲突，也是贺锦丽的包袱。这些包袱，贺锦丽要怎么去讲，能不能对答如流？但是对川普来说，他对答如流了。因为川普他当过4年总统，他很清楚啊，他处理的事情就是手腕就是很硬，把它做解决。你这样怎么？那在贺锦丽来看的话，他是陌生的，对，他就在法律这方面是他的专业，所以他认为还有一个就是第3个关键就是摇摆州，但是摇摆州目前来看共和党占优势，那这样的话，你的民主党的贺锦丽要怎么样去把摇摆州，因为摇摆州最后面是决胜的关键，因为共和党、民主党各自归队了嘛，那决胜的摇摆州啊，那摇摆州共和党川普目前占优势啊，你想要去改？没那么快哦，那摇摆州他已经往川普那边去了，你要把它拉回来，有这方面的困难。是没有错，其实包括我们台湾，包括欧洲各个国家都在关注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哦，因为谁来当美国总统，对大家来说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国家，意大利哦，它的总理是一位女性，叫梅洛尼哦。此刻，他人正在中国大陆，他去拜会这个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各个中国大陆的方方面面。那您也可以看到，习近平用高规格来接待梅洛尼，两个人在钓鱼台国宾馆做一个会面那习近平说中意分除古丝路的两端，所以我们双方要继续相互理解还有尊重他不断提到这个思路讲的是一带一路可是必须讲这个意大利前一阵子才退出一带一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经济上的连结所以其实有点尴尬他不讲一带一路，讲丝路，其实意义上是一样的梅洛尼讲，中国作为重要的大国，应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讲的是一些官话两边要有好的伙伴关系。闭门会谈是1个半小时，其实媒体并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谈什么，比预定的时间更长那梅洛尼是3中全会第1位3中全会之后第1位访问中国大陆的 G7 的领导人，所以呢外界也都在看那不同于其他国家强硬对中国的立场，梅洛尼这位女性的总理会怎么做呢而梅洛尼会见习近平，关切印太紧张，可是中国大陆的官媒其实没有提到这样子的敏感议题这是来自于我们
中央社的报道。不过呢，这个还有一些花絮哦，也被中国大陆的媒体给捕捉到，因为梅洛尼带着她8岁的女儿一起到北京哦，请导播让我们看这位8岁的小女孩哦，站进了媒体的焦点，有很多的记者去捕捉她哦，穿着格格装啊哦，因为饭店的服务生穿格格装嘛哦，那还帮这个小女生戴上花环。那也有很多的中国大陆的网民对这一位洋娃娃小朋友哦，有很多的好奇。而实际上，2年前的2022年，在巴厘岛的 G20 的峰会，其实当时她6岁的小女孩，也就是梅洛尼的女儿也来了。可是那个时候呢，其实国内啊，我讲的是意大利，批评她说你夹带私货，你怎么可以趁公务之便带着自己的女儿出国玩呢？哦，那个时间点，我们也来看一下，在今年的北约峰会哦，拜登跟梅洛尼的互动，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其实也是2个人互动尴尬哦，包括你看到这一幕哦，拜登跟他握手，他身体往后倾，并且还翻了一个白眼，那是拜登迟到的时候哦。所以有时候一些身体的语言哦要自我管控，要不然都会被媒体给捕捉到，并且来大做文章。而另外我们要跟您来分享的另外一件国际间的大事是委内瑞拉的大选，因为啊这一位这个总统哦。马杜洛他3任又当选了总统，可是比较被外界质疑的是，这个选举的结果是延迟了6个小时才宣布。那外界对于这个开票的中间的过程以及结果有很多的疑虑哦。这个总统马杜洛即将在执政6年，那很多的质疑就来了，包括在国内委内瑞拉的国内也有很多地方爆发抗议活动，那安全部门也出动了，并且发出催泪瓦斯。那主要是反对派认为，在事前的民调啊，还有各方面的证据显示，他们应该会赢的，怎么还是没有赢到这一次的选举呢？所以其实很多民调都显示啊，当时在选前，马杜洛是落后巩萨雷斯超过25个百分点。所以对选举结果各方都有质疑，包括拉丁美洲有7个国家也认为你这场选举是不是大有文章呢？那委内瑞拉就很生气啊，就把这几个质疑的国家，包括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拿马、多米尼加还有乌拉圭都说把你们的这个外交人员给撤回因为你怎么可以对我的大选做出质疑呢？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委内瑞拉的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拒绝接受这7国政府的干预主义行动和声明。而我们看到这一个总统马杜洛，他曾经公开说，委内瑞拉寻求跟中国支持加入金砖国家，他想要加入金砖国家。那现在金砖国家已经有30个国家在排队等着加入。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一项研究说，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超越了英镑跟日元，这是真的吗？来，先请教盛峰委员。这样子啊，这个我们把欧盟啊跟北约啊是美国在做的合纵，中国大陆现在跟法国、德国、意大利，甚至英国、荷兰等这些欧洲重要的国家在进行联合。那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合纵啊听得比较爽啊，团结很重要啊，团结最困难。那联合呢比较符合人性，因为你我的需要个别连结。那梅洛尼也必须说，他是政治，从某一个角度看，他不是老政治家，他是刚好是借着这个右派的势力啊而上台的新的领袖。这个领袖上去刚开始，我们也看到他的理想跟现实在这个摇摇摆摆之间呢。我想一直到了最近，他才摸清楚了他的国家在领导下，除了意识形态之外，要怎么做啊才会有效。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闭门会议的90分钟。2个国家领导人90分钟的闭门会议，所谈的事绝非轻松的，或者是只是 say hello 的场面外交。那其中意大利现在跟中国之间，可能在我的观察很多项目里面，其中有一个项目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汽车工业。意大利呢，在欧洲来讲算是几个重要的汽车大国，但是呢，它最近自己呢没落得很厉害，跟法国一样啊，
它必须要起来。起来的时候，一个在走内燃机这个市场，那再怎么走，还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导致新能源车的话，会是一个好的突破点。那这个是刚好中国的强项。因此呢，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不管是新能源汽车这个部分，跟中国大陆要牵起一个什么样的合作的方式呢？我想这就是一个重新思考，也是意大利的一个新的选择。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呢，是美国的合纵会过关，或者中国在欧洲的联盟会过关，这值得我们考虑的。再紧接着呢，就是来看那个马杜罗，他好像没有一次总统选举是顺利的，他每一次都是在抗议。然后你看上次美国还把他那个反对党还支持到了蛮久的一段时间，就是说委内瑞拉的选举是不止委内瑞拉的，应该是南美洲的中南美洲的选举，要一次就很干净的结束，好像很少听到啊，好像不吵一吵，不闹一闹，没有什么结果。究竟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对美国讲起来，最想拉下台的整个的南美洲的领袖，这个呢？这个马杜罗绝对是当中的一个，就这样一根刺啊，刺在美国人的身上啊，会想把他给拉下来不可。但是美国拉了几年呢，还没有拉下来，所以我们继续看。那这个国家想起来有时候蛮可怜，很惨。20几年前，我有机会啊，这个了解这个国家，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在多米加根这边呢做了投资，那其中他讲委内瑞拉，我说你干嘛去委内瑞拉呢？我第一个反应，他说你不知道。它是一个石油生产很丰富的国家，它那个时候的经济什么条件？我说哇，那真的是未见世面了。让我们去了解一下，一个很有希望的、有能源产量的、能够让国家富裕的委内瑞拉，经过内部的折腾啊，经过美国一再的干预啊，事实上，委内瑞拉今天所碰到的，就是其他几个中南美洲国家的缩影。对，因为对美国讲起来，你的国家左派右派是独裁是民主，跟我美国无关，是我美国在你这个国家的利益能不能永远的掌控，这才是我要的观点。是你所以看他为什么对这个古巴是如此的态度，几十年来多恶劣的态度，很简单嘛。古巴威胁了美国什么？古巴能威胁美国什么安全？没有，就是古巴你不听话，我就要把你压到底。因为我没有把你压到底、处罚到底的话，那这就到美国说，每个人学了你，我还混得下去呀、所以就是南美洲啊的那一句名言吧，莫斯科总统那一句名言：我们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我想委内瑞拉等这些国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这真的是一句名言哦。而且这个国家产这么多的石油，可是人民却因为高通膨，现在生活非常非常的辛苦。来请教永明老师，梅洛尼意大利的总理我觉得这个人现在很有趣味哈。他只有高中毕业，可是他当国会议员也当了快20年，然后呢，他也差不多16、17年前就担任意大利兄弟党的重要的干部，然后呢做这个主席党主席，然后就带领这个党，最后在去年的时候呢，2022年成功登上了意大利的这个总理的宝座。是，他其实那个意大利兄弟党大家不知道会，我们因为中文讲兄弟姐妹，但是呢，比如说在日文的兄弟就是只包含兄弟姐妹，也就是说兄弟姐妹们的这个意思。我在想意大利文应该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不要认为说只是男性的这样的一个政党，虽然它是右倾的政党是没错，那它有它的魅力。那你看到意大利是 G7 7大工业国家里面可能是最弱的，那尤其是在欧洲也经历过就是南欧的这些所谓的金融风暴，对。可是呢，他上来之后呢，过去的历史其实不断的在更替，尤其是那个曾经富豪出身的，一直掌控意大利的这个政治，他上来之后呢，带来一个新的这个氛围。这位他的女儿，因为他跟他先生他的伴侣，对不起。在去年就是分开，所以他女儿去哪里，他就跟着哪里。那我是觉得他女儿到中国去是一个最佳外交官也就表现出，当意大利在 G7 的场域面对美国主导的欧盟这个北约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针对乌克兰问题的时候，他就尽量去附和
然后呢，不得不要把跟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给切断。我讲不得不是他讲的，那他说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要不然我们就不是一个家庭。可是他知道就跟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对意大利是好的，所以呢，在结束了这些任期之后呢，他就赶快到中国大陆来，带着他女儿来。因此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其实对中国跟意大利都是一个不错的安排，都双方各国的这个国家利益而言。至于委内瑞拉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理解。我只是要问一个问题：其他国家是否应该去介入到他国的选举跟内政，而且介入的这么的深刻啊？某种程度，你已经在指定你的代言人，或者是说你已经在选择这个国家政治要怎么走，或被你来决定。我觉得看在国际社会当中啊，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外国介入到他国的内政。你说他绝不干不干净，我不敢讲。你宣他是不是有怎么样上下其手，我也不敢讲。但是外国是不是应该要介入到他国的内政里面，而且断定他的选举是不是好的？这不是应该他自己内部的事情。你说内部的事情，有些人可能因此没有办法翻盘，但是你又真的保证，是不是你支持者都一切的清廉呢？对不对？是中南美洲从来不缺乏外国，我讲说美国啦，完全的介入，甚至政变。你不就看到历史又不断的在重演吗？没错，没错，很多电影都以这个为题材。来，请教将军。对，中国大陆三中全会结束之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这个女总理到中国大陆，我认为是为了解决意大利的经济问题，因为意大利它加入欧盟之后，尤其它的这个国债一直节节高升，尤其在2022年前年的时候。意大利的国债已经到达2.5兆欧元，我们叫做欧洲五国啊。欧洲五国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跟葡萄牙，还有一个爱尔兰，还有一个希腊，这5个国债都很高但国债很高的时候，另外4个国家不管是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还包括了希腊，通通加起来的债务还没有一个意大利。意大利国债2.5兆欧元，这不得了的事情嘛。那现在找市场，它整个全世界一看就是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人多的话就有市场红利。为什么？每一个人买一个，那就是买14亿，不是这样，就往那边去了嘛。而且最重要的，意大利跟中国大陆是贸易逆差。在去年2023年意大利对中国大陆的贸易赤字是177亿美元。177亿被中国大陆赚走对，他卖中国大陆就卖家电但中国大陆卖给他很多东西，包含我们讲到的，包含机电产业，对，电器、家具什么，中国大陆都一直卖给你便宜嘛。现在又要卖车子的，对。那意大利跟法国跟德国，他们的重叠性太高。意大利卖车，法国也卖车德国也卖车完了。那意大利卖名牌包，那法国也卖名牌包德国也卖名牌包那都是竞争力太高。那往亚洲来看，要来看中国大陆市场最大，那市场最大。要买名包，请先到意大利来买。那旅游呢？每一个国家的旅游，你只要1%的话就大概几万人而已。那中国大陆14亿人口如果1%的话，就1400万人旅游到罗马去玩，到威尼斯水都去玩。对，就这样的，赶快过来。那教育的人要来留学的，到意大利留学，到意大利来观光来旅游，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找到了中国大陆，就是为了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梅洛尼最伤脑筋的就是这一方面。对，为什么现在？而且他的国民所得赤字一直停滞在37000美元，是7个我们讲 G7 国家里面最差的。那另外6个，不管是日本、美国、加拿大，也包括欧洲的法国、德国、英国，都比意大利好那意大利现在找怎么办？要突围那突围找中国大陆突围，找市场来解决问题。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关系现在也到了冰点可以说是已经这个不能再坏了。除了南海的争端之外，我们看到包括一些基础建设的合作上面，中国大陆好像都也是撒手不管了吗？还是撤资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铁路好了。本来这2个国家有要合作做这个3条铁路，可是现在呢，因为贷款的这个利率的问题卡住了所以中方退出了像是这一条苏比克到克拉克铁路的计划。原本是这里到这个苏比克到克拉克它这个地方是在菲律宾最大岛吕宋岛的中部，
长度大概是71公里哦。如果连接起来，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包括货物的一个枢纽，因为它从港口到机场嘛。可是呢，现在呢，小马可是上任之后呢，中国大陆它放弃了这个项目哦，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一条铁路在内的3个铁路项目的资助哦，包括这个贷款上面谈不拢嘛。那美国还有日本会不会伸出援手呢？因为现在传出来，菲律宾想要求日本跟美国来接手。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现在 Quad 已经在这个东京登场了，美澳日印这4个国家严重关注包括东海跟南海的局势。那讲出这番话之后呢，中国大陆有回应，他说：“你这些国家要尊重地区国家，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努力，不要来点火浇油。”因为虽然他们没有讲出这个所谓的武力胁迫是谁大家都知道，他们剑指的就是中国大陆嘛。而另外，我们看到日本作为这个美国最忠实的盟友之一啊，现在他把武器输送回去给美国了。因为俄乌战争开始之后，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的把武器送给乌克兰或提供给乌克兰，所以美国现在的国防装备现在储备开始减少了，也不足所以身为同盟国的日本，他把这个爱国者3型飞弹制造好了，现在呢出口到美国去它放宽的这个出口禁令，交易金额大概是30亿日元。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美国跟澳洲在太平洋的海底做电缆。而在这个Quad这个机会我们看到澳洲的外长黄英贤他就宣布说，我们要成立电缆连结及弹性中心，要促进南太平洋国家之间的通讯连结。那外媒说，这个意味着美中之间的海底冷战的启动，因为在海底，然后包括电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另外，我们看到林肯号现在要开始到西太平洋了吗？因为西太平洋现在没有美国的航舰嘛，所以在美国它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调度它在7月11号驶离加州圣地亚哥的基地那它搭载包括使用 F-35C 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战机攻击中队的这个舰载机要在近日就可能进入西太平洋的水域来做一个布置。另外，我们看解放军现在在柬埔寨也建立了基地据说这个是可以反制美国的海军活动。而另外呢，福建舰已经有完成了第3次的海试，专家就讲它的舰载机已经上舰了。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萨顿，他是美国海军的潜舰专家，他就观察到他说在武汉的造船厂有一款可能是改良的039A 型的潜舰，它的尾舵可能改成 X 型，而另外呢也可能配备 VLS 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那武器越来越精良，包括我们看到军民天下现在有一个所谓的集装箱新式的武器，你看到它外表很像是一个 container， 很像是一个平常的一个集装箱，可是它里头据说是一种这个可以分为发射单元和指挥控制的单元，它的隐蔽性非常好。这是秘密武器吗？外界说这是一个很难被敌军分辨到的一种秘密型武器，这是黑科技嘛？来，我们先请教永明老师。印太战略，也许真的是接下来这个半年呢，在11月底的时候呢，印太战略可能在做最后的挣扎。我不知道川普上来之后会不会延续这个印太战略，那他一定会要大家先交军费嘛，对不对？我记得上一次张将军讲的嘛，3高总统，你要关税要高，然后呢军费要高，然后呢后来我们讨论了，川普的不确定性给别的国家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印太战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其实是同床异梦，各怀心机。讲硬好了。印太战略还硬吗？其实，在上一次7月8号在美国举办的北约高峰会的时候，印度就没有去了。那美国只好说，我们找了印太4国，把纽西兰临时加进来。那印度的莫迪在那个时候7月8号跑哪里去？
还就在那一天跑到莫斯科跟这个普丁见面。那就是当场打脸，这个印太战略没有我。如果你要跟北约搞在一起的话，那第二个，这个其实那为什么这次还来呢？我觉得他就是来蹭嘛，要刷存在感。印度就是这个非常的会看情势，他有这个聪明度，他有这个战略观然后呢，他也懂得掌握这个机会，要刷存在感。那澳洲呢？澳洲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他还去参与这个印太战略，它是一种认同感。因为上一次我讲不是在就是华盛顿会议吗？首相都没有去，由外相来代表。那为什么刷认同感？因为他都是五眼联盟，对不对？盎格鲁撒克逊，那而且内部的选民里面有绝大部分还是白人，可他知道他国家的利益在哪里，所以一个刷存在感，一个刷认同感。那日本呢？日本真的是想当副警长，可是我觉得日本最后他只是想要保护伞，因为日本那么笨他虽然军费加倍，他就真的会做美国的急先锋，介入到台海战争、南海战争然后呢引来这个区域的这个战争冲突吗？我觉得日本当然了解了，他就是要美国的保护伞，而美国也最简单的成本，一个2星的上将换成一个3星的上将，就换到了日本军费加倍，出口这个就是爱国的3型到美国来，找到了一个亚太地区的副警长。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要看到底谁会当美国的这个总统，因为他的的确确整个对亚洲的战略就会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同盟之间的关系还是会维持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柬埔寨的云朗基地已经真的非常久，现在我可以确定，它有2种方式，这2种方式差很大，会形成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一个新的军事基地、海军基地。一个就是类似像新加坡的樟宜军港，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军港，但是呢，只是来租用、来合作、来停靠、来补给、来等等之类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那另外一个呢，它就变成它海外直接专属的军港，也就是它会做它自己解放军相关的这个设施。那我觉得这2者之间呢，不一定2选1，可能会有点重叠。也就是说，从柬埔寨而言，它只是跟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海军的合作，可是对解放军海军而言，这是一个我专用的军港，但是呢，并不是属于我真正来100%的经营，而是变成它平常可以停靠、长久可以使用的海外军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张延廷将军。这个中国大陆撤资菲律宾的铁路的建设，就是从苏比克湾到克拉克的空军基地这一方面，我认为政治因素、外交因素，因为包含仁爱礁的问题、黄岩岛的问题，还有我们讲鲜滨礁的主权争端，目前这个吵成这个样子，你说要接到投资吗？而且投资的意义来讲，对中国大陆来看，不见得有利得，因为我们知道苏比克湾跟克拉克空军那边有火山。火山会爆发。当初美军撤离的时候，当然菲律宾的议会反对，但是问题是火山爆发，美军也考虑这个地方不太适合火山爆发。第二个，台风多，你台风多的话，弄来弄去，你怎么样是一个能够长治久安的居地在那个地方？你台风有事没事在那边又防台，对一个长久来看，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是有影响。中国大陆你想想看，他们投资经济效益并不会有，然后又有政治的因素做干扰，干脆就把它收锅了。对中国大陆来讲，可能还利大于弊呢。那是这个样子。菲律宾现在国民所得只有3800块美元每一个人，太少了啦。它这个方面的话，在铁路上的运输的需求可能还不会到达一定的水准哦。那现在它是一般铁路还不是高铁哦。不是高铁。对，那高铁更不得了哦。那所以它是一般铁路。中国大陆有这方面的考量，你的市场的需求如何？到现在为止，可能在一般铁路需求还没到达那个水准。另外，我们来看。日本把爱国者飞弹卖给美国，是这样卖的，这个30亿日币卖给这个是其实这一批货是要到乌克兰的，但是不可能由日本卖到乌克兰，所以它转一个地方，我就卖给你美国其实就是现状，你也把它也不要拆箱，直接运到乌克兰。乌克兰现在缺爱国者，是这个样，但是日本不能直接卖，日本怎么办
俄国会怎么样？是你卖给我们现在打的这个样子，你竟然卖飞弹给他，你的南千岛群岛就是慈武、泽州、国后、色丹那4个岛。可是这样转一下，俄罗斯就不知道了吗？不是，那我卖给知道啊，那是美国人买的啊。哦是美国人，你卖给美国了，美国当家，美国要怎么卖，那是美国的事情了。所有权已经在美国手上了，所以日本是转手，是把这个支援乌克兰，他不可能直接给，有点这个状况。当然不是日本一个国家，因为还有其他国家怕得罪俄罗斯，也做这种方式回售给美国，美国连开枪都不开，直接运过去。哦，但是这是所有权已经在美国手上。那我们这个我们来看呢。这个火力集装箱有没有那一个？这个对，这个火力集装箱哦，这火力集装箱以前就有，但是现在变成中国大陆认为这很好，很管用。上面是火箭炮也好，还有导弹，巡弋飞弹非常好。为什么？它有3大特色。第一个机动，它个货柜啊，你要有马路，它地方都可以去。它可以运在一般的货船上，就是货柜的货船都可以，它可以随便用，又机动，陆上机动可以用，海上机动也可以用啊。是，你觉得它是什么？跟一般货柜一样？第二个讲伪装，你根本不知道它是武器，它其实就是武器，就是火箭弹，就是巡弋飞弹，就是导弹都可以。它里面的换句话说，就有点这样的垂发系统。你看里面想要放什么规格，就是这样把它规格化。你这样的话，那不是就是看起来又是伪装又是机动。第三个，我们讲到了，它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模组化。它已经模组化了，不要在那边焊来焊去，直接你要什么，你今天要吃 A 餐还是 B 餐还是 C 餐，就直接放一个，直接放不一样的东西可以组合。你要哪一餐，你就放哪一个，不是说我只能放这一种，不是 ，OK， 变成多元化，那就变成模组化，那又机动化，又伪装化，又可以陆上机动，也可以海上机动，这个将来在军事上的这种用途很大，价值功能很多，因为很难发现，因为到这个货柜其实它是武器的。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留给盛峰委员。对，第一个呢，这个所谓的 quota 美日印澳啊，在我看来是一个假议题。因为只要一运作下去，就很多问题。举一个例子，澳大利亚当把前舰核田化的时候，印尼是什么感觉？印尼是什么感觉？那个印尼直接遭到的那个战略威胁压力是够大的。当印度曾在这里跟美国拉可是成为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军事更强权的时候，请问巴基斯坦是什么感觉？这是很有趣的。那日本想来当老大，那你说中日之间的那个情节又是什么感觉？所以这一个政治上永远不是1+1等于2啊，1+1会加出多少是没有人知道的。反正西方做的都对，中国做的不对，为什么？因为当时华为在这个南太平洋的电缆不是就被抽掉了吗？对，对不对？对不对？那你们做的不行，我做的就可以，就这样而已了。不要告诉我什么伟大的、高大上的那一些东西啊，听得恶心了。那世界上大概最蠢的一个家伙就是菲律宾莫斯。